载着心情啊，每天都像过山车啊，刚下来还没喘气呢，就滋溜一下给上去了。有一个男士给我打电话啊，那气得嘴直打哆嗦啊。男士是93年的，今年30岁，自己开了个门头店，年薪在10万左右，相亲也有个2-3年了啊，一直就没遇到个合适的。家里人就着急啊。去年家里就有个亲戚给他介绍个相亲对象，女方呢是95年的客服啊，她长得不高，但是人看得很乖巧，见面给人感觉就很温柔啊。这个男士看了第一眼就看上了啊，说什么也得追到手啊，于是就主动出击，隔三差五就约出来，没事就得献殷勤，给这姑娘送点花呀，送点礼物。好在呀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呐，追了3个多月啊，人姑娘同意了，说可以谈恋爱了。于是呀这个男士就特别的开心，还邀请这个姑娘去家里。男方父母一看，新进门的媳妇啊，也给了几千块钱见面礼，算是确认了关系。男方也大包小包的去了女方的家里见了父母。这关系啊就算是定下一大半了吧。这男士啊就很纳闷一件事情啊，跟我说呀，就是每次他跟这个姑娘约会的时候，他都会主动拉着姑娘的手，但这姑娘呢直接就不让碰啊，说自己对待感情是很认真的啊，两人还没发展到那一步，他就不太想做太亲密的行为。男士就想着那可能是刚在一起吧，于是也没表现的那么紧啊。两人呢还是会一起出来吃饭聊天，反正就是恋人之间该做的一些浪漫的事情，这情侣之间该去的地方他们都去了，都做了，但就是没有那种很亲近很甜蜜的感觉。这男士就想着这越觉得越不对劲啊，难不成是仪式感不到位吗？于是就找了几个好兄弟啊，专门在这个公园里面整了个求婚仪式。谁知这姑娘一来他就看到情况不对嘛，立马转身就走，把这男士给弄蒙圈了啊，赶紧上去抓着这姑娘就问是不是不喜欢自己。这姑娘说喜欢，但是两人还不到时候，希望男士不要做这些。好了，这事儿过了之后啊，这两人又谈了小半年，家里人开始催着结婚了嘛，你毕竟认识这么长时间了。男士就跟这个姑娘说想要结婚的事情，女方也同意了，提出了订婚的要求啊，彩礼10万，3金首饰，给女方这一家买衣服等等。男士呢也都同意了，但就是这个心里觉得不太踏实啊，感觉两人虽然是情侣，但还是没有情侣的那种感觉，在纠结要不要结婚。他就越想越觉得不得劲儿，就找这姑娘啊，这个同一个地方的这个哥们儿去打听一下人家姑娘，就打听出这个姑娘呢是有一个同居了5年的男朋友，还上过家里的啊。把这个男士给气的啊，找这个姑娘质问，你跟别人都愿意住在一起了，怎么跟我牵个手都嫌弃呢？这姑娘听完也很生气啊，觉得这个男士在背后偷摸打听她啊，还说了自己只是谈了5年，没有同居那么长时间，只是在一起同居了1年多。男士这回就想让姑娘给个说法，那这1年啊，你看我跟你在一块儿，钱也花了不少，对你也不错，该给的我也给了，怎么到头来连男朋友应该有的待遇都没有呢？这姑娘听了很生气啊，啥待遇啊？谈恋爱就必须要牵手吗？男士听了就反驳她说你想跟我结婚，你连手都不让牵，你不想和你前男友结婚，你还跟他同居了好几年。说着说着这两人谈崩了啊，吵了好几天，这姑娘就提了分手，觉得两人性格不合适。男士不干了觉得对他不公平，好吃好喝的照顾了1年多了，说分就分了，这亲戚朋友都照要结婚了，现在还黄了。他就去挽留这个女方啊，但人女方呢态度很坚决，直接拉黑说什么也不联系了。这事咋说啊，就是膈应。有些人呢，他做事他不触犯法律，也不触犯道德，但就是这行为吧，他让人特别的膈应烦。谈了1年恋爱了，那手都不让碰，这明明就是看上了别人条件，看不上这个人嘛，非要给自己整的那么的重感情，自己不反思不体谅，还反手去指责别人，这问心无愧就显得特别的双标。说实话，我听完我都很生气如果你们在相亲的时候发现对方对你他不怎么积极，还愿意跟你确认这个恋爱关系谈感情的也不让你牵手，也不让你碰的，还嫌弃你的这就是看上你条件没看上你这个人了。喜欢本身就是一种相互的感觉，你是能感受出来的。这世道咱不能去钓鱼，但是也不能被人养鱼吧。有一姐妹来找对象，33岁了，非要找那高富帅，想要最后搏一局，通过婚姻来改变阶级。你这不是痴人说梦吗？普通本科在国企上班，年薪10万左右，确实是单位好，待遇也不错家里给他买车买房了，就是因为这些在他看来很好的条件，那择偶要求那都是一路飙升高的离谱。有多高男方必须小1岁大5岁以内的未婚男，身高不能低于180，长相得阳光帅气年收入税后必须得100万我的肝儿吓一跳。
房子必须市中心，全款多套。他的车是个奥迪 A4 啊，对方车子就不能低于 BBA 这个档。你要说你是入门级的30-40万的，那不行，你得70-80万以上才能入他法眼。就这要求啊，持续了找了好几年都没找到啊，最近才反应过来找不到，择偶要求才有所微调啊，想找一个南方帅气多金啊，车房有就可以了。他说挺中意一位男士啊，30岁的公务员，父母都是体制单位的，哎呀，长得挺好看这男士，有车有房，他特别想认识。他觉得虽然条件没有他想那么完美，但是可以妥协啊。哎呦，我这一看直接给他回绝了，你这不做梦吗？你没看人男士的择偶要求，25岁左右的，工作稳定，长相甜美的女孩子吗？他就有点强词夺理啊！你这意思说我老吗？你可以问问别人，多少人说我长得跟大学生一样。哎呦，我这一听啊，我可没说你老啊，是每个人择偶要求不一样，人家就想找25的，你33，这事他也不成吧？气得他呀，非给我整一堆啊这个美颜，证明自己的颜值。我这一看啊，10年前出厂的车，你跟我说你要卖新车价，你觉得是买家疯了还是卖家疯了？再过几年停水停电，那发动机也要漏油了吧？给他气的呀，说我物化他。哎，我可没有啊，理儿就这样的。你现在择偶不能看你自认为的优点，而是要看你自己的缺点，别人能不能接受。年龄大还有点不自知啊，脾气我瞅着还有点急，还有点鼻孔朝上，看不上人啊。男人80%啊就得跑。他听完这语气放缓了，说自己也知道这年龄大了不占优势，但是也不是非要找个条件好的，起码这个男人有点优点吧，值得他嫁吧。我问他你说的优点是什么？他看了我一眼，特别犹豫啊，说要么是自己喜欢的合眼缘的，要么就是有钱啊能给他物质保障的。你看，说白了，就算一个人的人品再好，丑和穷还是入不了你的眼。这姑娘说啊，她也是看人品啊，但是必须条件在前面。最后还是非常强烈的要求我给这男方回个电话，说给男方啊他照片看看。哎呀，她是长得漂亮，颜值高，万一人男方心动了呢？为了让他有自知之明啊，省得他说我骗他呀，我就开免提问人男方的意思啊。哎呀，我那条件我都没介绍完，男方一听啊这年龄，说不想考虑了。我说女方还是比较显年轻的啊，人男士直接来了句啊，现在不是他年不年轻的事情，而是好多25、6岁的女孩子喜欢我，也有很多漂亮的，我为什么要选择一个年龄大的？挂了电话，这姑娘气的呀，跟我说那多少男人追我呀啊！打开某软件后台，说一天接近100多个人跟他打招呼，他想嫁出去分分钟的事情。我说那你怎么不嫁呢？无非就是那些舔你的都是些条件不好入不了你法眼的男人罢了，你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在婚恋市场上，普女想要嫁给普男呀，只要你条件够可以，你什么都不需要做，甚至还可以要求各种各样的要求来筛选这些男人。但是普女你想要嫁给有钱男人，你要找你自己的资本。现在婚恋市场多现实啊，择偶都要看性价比的。你想高价，你得看你有没有高价的资本。你没有资本却空谈爱情啊，那都跟做梦一个样的，不现实。我和你们说句实话，为什么有些女人总想嫁给有钱男人，轻视那些他们看不上的男人，不把男人的付出当回事儿，认为那些男人对自己如何的好都是应该的？那是因为啊，他们都是一群被他们认为屌丝穷男人惯坏的女人。你要知道真相就是，她要是能够和成功的男人在一起啊，根本不需要这个男人送任何东西，也不需要这男人给任何礼物，更不需要去哄他，也不需要去跪舔，只要阶层够高，爱情不是问题。但你也要看自己配不配，不配啊就别幻想着靠着婚姻去改变阶级，不如脚踏实地的去找份爱情啊，好好过日子吧。现在年轻人相亲啊，你能被他们给逼疯。家庭条件不错，长得不帅不行；五官身材不错，身高太矮不行；学历工作不错，这出身太差也不行。这下午有一位姑娘来找对象，32岁，世界500强的客服经理，哎呀，这名声啊冠得很大呀，我让他差点没给我整崩溃喽。颜控加上身材控啊，找对象就想找到185以上有腹肌身材好的帅哥啊。他说自己相亲了5、6年，都是卡在脸这一关了，曾经也妥协过，找不到帅哥嘛，那就找一个条件好的不帅的吧。谈了3个月啊，男士摸他手一下就感觉难受，心里恶心对方的触碰，也恶心强颜欢笑的自己，最后实在接受不了就分了。我这一听啊，你这颜控挺厉害呀。他说对呀，要不自己能找不到对象吗？他就想让我帮他找一下。哎呀，说我这边圈子广。我问他你除了颜控啊，其他有要求吗？他说没有，就想找个有感觉的。听完呢，咱就给他拔了帅哥照片啊。有一位帅哥啊，这个素颜照长得很帅，他一眼就看上了。94年的，自己开了个洗衣店，父母农村的有个哥哥。这姑娘一听啊，完犊子了，农村他接受不了啊，自己啊是城市里的，就是不想去农村。我说你不是没有要求吗？他说我没要求啊，只要不是农村的就行，哪怕在城里打工我也愿意。好了，又给他介绍一位保险公司上班，32岁未婚的啊。哎呀，这姑娘又觉得这工作不太体面，大男人跑保险就算帅让人接受不了。我一听啊，你不是说找个打工就可以吗？他说不行。后面呢又给他介绍了一位，气得我呀，嫌人家33岁年龄大呀，想找个长得帅气的弟弟，大的不要。哎呀，大妹子，你都32岁了，弟弟们也想找妹妹们。
他说啊，这男人大了啊，再发福秃头就不好看了。听完你真是能让他给气着啊！不一会儿啊，他就出去上了个卫生间啊，回来就跟我说啊，隔壁房间有一个男士啊，他看见了，哎呀，长得特别帅啊，特别喜欢，一见钟情那种，能不能认识一下？我呢，本着也想成人之美啊，就给旁边屋里人红娘要了男士情况。哎呀，我去，95年的，身高188，体重150多斤啊，这个硕士学历，父母都是体制单位的，自己人家是搞金融的，年收入啊，哎呀，很高啊。这姑娘一听，哎呀，太合适了啊，这就是我的菜啊！我看完就跟她说啊，你还别高兴太早啊，我跟你说人家择偶要求。本人颜控要求女方98后，身高168以上，体重100斤以内，年轻漂亮，学历重本以上，工作事业单位。姑娘听完就来了句，怪不得这么好条件没找到对象，那他也是颜控啊。哎呀，后来陆续又给他说了几位，结果呀都是好看的嫌人家工作不好，工作好的嫌人家没时间陪自己，工作好有时间又好看的他就觉得人家家庭条件不咋地。反正啊说着颜控，其实啊外貌、家庭、身高、收入、工作、性格等等有一样短板他都会觉得这个人不行。最后呢他就在那泄了气发愁啊，哎呀姐姐啊，我怎么办呀，我都这么大了，再找不着我嫁不出去了。算了，我妥协现实吧，不要帅的了，找个条件好的吧，有车有房有钱，能养我衣食无忧就可以了。听完呀，池子里的王八又撂挑子不干了，今天这门是真不好看呐。什么是真正的颜控啊？这个男人样子就长在我审美点上了，他其他条件啥样我都觉得无所谓，我不要彩礼，不要车房，不用家名了，甚至我不需要他赚钱比我多，学历比我高，就他这张脸我就足够了。这叫颜控，这才叫妥协。这个世界上从来都不会天降馅饼，一切都是有价格的。相亲市场上颜控啊很不好找对象，帅哥和美女在相亲市场上比例每10位最多1到2位，颜值高的能在相亲市场上多半都是比较挑的。你要先思考自己有什么样的价值能让对方来看得上。说到底啊，相亲就是谈判，需要利益的互相交换，你的内心戏如何你自己知道就好了。在谈判桌上你必须要有实打实的筹码，想找颜值高的可以，那就要妥协于其他条件，想全部都要那就要有全部都要的筹码，不要嘴上说着颜控，实际想空手套白狼，什么都没有，既要又要还要。如果你连利益交换都拿不出筹码，就狂妄的觉得自己在内心上对颜值上降低了要求，已经是重大妥协了，那真的是不切实际，这辈子都可能嫁不出去的。说的直白点，大白天做梦不害臊。你让我觉着恶心，不要脸。在相亲这个圈里，有些人是真有意思啊，把相亲当做招舔狗的一种方式，和你相亲就得来追你，人家舔着个脸主动找你聊天，你忽冷忽热爱答不理，聊点爱好你说你没爱好，聊点美食你说你不喜欢吃，聊点未来吧你说你不愿意想那么远，天天都找你，你还说他不主动，一找你表白你就说缺少一种甜甜的恋爱的感觉。我操无情。上个月给一位26岁的女孩子介绍一位28岁的男士，男士的条件在相亲市场上属于绝对的中产，有车有全款房，还是体制公务员，父母都是高知家庭。两人见面呢，男士是看上这个女孩子了，觉得长得漂亮，性格看着也比较温婉啊。女孩子对男士的印象也很好，条件很优秀了嘛。两人就这么认识了1个月，女孩子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呀，说男士把她给删了，让我帮她去挽留男士。我一愣啊，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他说昨天这男士跟他表白了，他给拒绝了。这给我整得很纳闷啊，你不是挺喜欢这男士的吗？他说感觉两人这段时间的相处没有恋爱的感觉。听得我呀，你们俩都没确认关系，你想要什么恋爱的感觉？他说那他想跟我在一起，不应该努力追我，让我开心感到幸福吗？这个月他对我都不怎么认真，也不怎么主动，我没有觉得开心啊，所以我才拒绝的。听完气得我呀，你既然不开心，人家把你删了就算了嘛，你还要挽留个什么劲啊？他又说男士人还行，条件也不错，自己也挺喜欢，那再努力追一下，我说不定就同意了呀。气得我都翻白眼啊！我没看他唠多久，我就去上班去了啊。上午空了，给男士回个电话。这一问，人男士的版本他压根就不一样啊。男士说呀，他刚开始确实很喜欢这姑娘，两人见完面回去他基本每天都会主动找话题跟这姑娘聊天。这姑娘就是话题终结者，他发10句，女方才回个1、2句，他就觉得没有聊下去的欲望了，想着聊天不行，那就主动约见面吧。这1个月约电影、约吃出去玩，前前后后见了有个7、8次。这姑娘倒也配合，一约就出来，就是约出来就是特别被动，什么都需要男方主动。认识了1个月男士觉得这时间也不短了，就去表白。结果人家姑娘说她不主动，缺少恋爱的感觉，没有觉得男士喜欢她。气的男士给我发了一大堆的聊天记录让我看看哪天不主动了，哪天不约她了。我是头驴，你也不能只让我拉磨不让我吃粮吧。他就感觉十分的痛苦，马上跟这姑娘断了联系。这种人要娶回家，那估计也得离婚，说什么也不愿意继续认识了。我回复给这姑娘之后她就很委屈问我，相亲了就不能谈恋爱了吗？我想找个喜欢我的，我也喜欢的，有感觉的结婚难道错了吗？我说可以谈恋爱
但前提是双方承认是男女朋友关系吧。谈恋爱需要的是一个合理的身份，相亲你们能看对眼继续接触，就可以确认一下恋爱关系。如果看不上眼，那就直接说清楚啊，或者不联系，这都没有什么关系啊。最怕的就是你不咸不淡，感觉有戏又感觉没戏。一问他说还行，但是缺点谈恋爱的感觉，还不承认双方是男女朋友的关系，还想要对方来主动的呵护关心，甚至来跪舔自己，你这就不对了吧。他听完跟我说，女孩子太主动会不被珍惜的。我的天哪，都什么时代了，现实和鸡汤你得分清楚好吧。人聪明的女孩子遇到喜欢的，那都跟狼见了肉一样，赶紧扑啊，就怕错过去了。你倒好，把男人当王八，自己当个兔子，搞个龟兔赛跑呢。有些女孩子你是根本拎不清楚啊，都出来相亲了，你指望男人天天追你，他是闲的蛋疼还是脑子抽筋啊？相亲市场上你以为就你一个人了，把自己当成公主了，非得捧着你惯着你不行吗？人男方主动了，你连个积极的回应都没有，你怎么让男方继续散发热情呢？再说男士这条件，有追姑娘的技能，今天也轮不到和你相亲了吧？还在想要恋爱的感觉，对不起，人给不了。现在这社会就这样，谁主动对我好，我就主动对他好。你想谈恋爱，有本事生活当中自己去招舔狗，把相亲当做招舔狗的一种方式，还疑惑为什么介绍的男人他不跪舔你，自我感觉良好，拒绝了对方，以为他会更积极主动的追你。哎呀，没成想算盘打错了吧，人删除了你，你真拿自己当皇太后呢？有随便挑别人的权利，别人被你挑是荣幸了吗？相亲啊，就是互相奔赴，互相观察对方的优点缺点，挑个你喜欢的，愿意主动回应你的这个人才对。舔狗那是有违天理的。散会。哎呀，今天上午啊，有一位40岁的大龄姑娘来找我介绍对象，直接是给我憋出内伤啊。她来找对象啊，没钱的不找，没房的不嫁，长得丑的看不下去，个子矮的接受不了。我说你这个年龄再不降低要求哈，那你就真的嫁不出去了。她一听就开始哭啊，哎呀，哭得我心里就是又拧巴又难受。他说周边亲戚朋友啊都已经不给他介绍了，觉得他年龄大呀，好多媒人都只是嘴上答应，一年也介绍不了2个，还都是不符合他择偶要求的歪瓜裂枣。他越想越后悔啊，边哭啊边说自己这些年的感情经历。曾经啊有个谈了5年的初恋，对他特别好，每个月赚的不多，但基本都花在他身上，他想要的基本男方都会满足他，也会心疼他，也会关心他。但那个时候他说自己不懂事，全听家里的，父母不喜欢他这个初恋，因为赚的少嘛，老家又是外地的，条件还差。哎呀，父母就一门心思想让他找一个本地的条件好的有钱的，他就被父母说的也觉得啊自己应该找个条件好的。那个时候他就是一个文员，一个月拿着2000的工资，想着能嫁给月薪1万有车有房的。从那年开始，也就是25、26岁啊，开始频繁的相亲，确实有条件好的看上他了，有车有房好几套，家里还是拆迁户啊。谈了半年呀，怎么也接受不了对方性格不好，不让他不懂他，还经常和他吵架，受不了他就提出分手啊。后面又谈了一个条件不错的，对他也挺好的，但这2人啊谈了不到3个月也分了。他觉得男方太矮啊，长得也不好看嘛，连牵手亲吻的欲望都没有，而且男方性格太老实，觉得这一辈子这么生活他能憋屈死，说什么也不愿意了。那个时候都已经28岁了，周边好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准备结婚了，他还没个对象，又开始相亲了。他又特别焦虑啊，想找哎呀差不多就行啊，有房子没贷款的，长得还行，合眼缘了，赚的还可以的就行。结果遇到的啊，不是房子有贷款的，就是父母这家庭条件差的，要么就是长得丑的，怎么也遇不到一个实现审美和心意的。一晃啊，32岁了，他父母也着急了，觉得要不条件降降吧，找个工作稳定的，人踏实能赚，有房子就行啊。但这姑娘心里不太甘心了啊，不想将就。之后的这2、3年的相了不下20、30位，都失败了，甚至他觉得相亲男士的质量是越来越差。他又特别的迷茫，想结婚呢又不甘心，不想结婚呢又没有以后独居的勇气。35岁的时候，有人给他介绍过离婚的啊，38岁不带孩子，各方面条件都特别好。对方呢也是看中了他是未婚的，愿意认识。但他听了就很生气啊，说什么也不愿意，那觉得自己还是未婚呢，就要去给别人当后妈了，这事还接受不了。好了，这一晃现在30岁了，好多离婚的也不太愿意认识他了，宁可找离异的，也不想找他这个年龄段未婚的。他是越说越后悔啊，说自己挑来挑去啊，以为能找个条件更好的，却发现这条件是越来越差。他就特别的害怕，如果以后再找不到合适的，他可能真的要孤独终老了。听他说完呀，咱以为他是后悔了，哎，那要求肯定降低了。结果呀，择偶要求还是要那房子在市中心没贷款的，离婚不能带孩子，条件必须要好的，独生子家里条件没负担的等等。哎呀，我这庙太小了，王八都要吃不饱要离家出走了呀！你这大佛我这就装不下了，赶紧给送走了。很多大龄姑娘找对象啊，总认为是自己年龄大了不好找了，可大龄也有大龄的择偶圈，从来不反思这问题的本质到底在哪里。
大龄不是找不着对象的原因，而是结果。你不是因为大龄你找不着对象的，而是你找不到你能看得上的对象才导致大龄的。所有的理由都只不过是遮羞布。一线城市大龄剩女啊，我跟你们说，真实数字要吓人的。当年你看不上的，你现在依然看不上。年轻的时候挑挑拣拣，一山望着一山高，现在大龄了啊，要求不降反而高了，不甘心又不屈服于现实，网上寻安慰寻鸡汤，那有屁用啊？解决问题先解决本质，接受现实，聪明的人啊才有甜头吃的。最后啊，再发个誓啊，这大龄的我是够的啊，以后再也不凑了。在婚恋市场上面啊，有句话很有毒啊，说男人一定要有钱有事业才能够去追女人，女人才能会喜欢。这5、6年前有个小伙子啊，当时26岁，本科学历，在国企工作，年收入8万左右，没车没房，父母还务农。他当时来找我介绍对象的时候，那个择偶要求是真不高，他就想找一个大专学历啊，和眼缘，性格好的姑娘。当时呢，我应该给他介绍了有3位啊。这第一位是在这个事业单位吧，比他大了2岁。当时2人见面啊，这个女孩子嫌他个子不高，还没有房子，就给拒绝了。第2位呢是一个会计啊，跟他还谈了有1个多月，后来呢是因为他收入低，还没有房子，家里条件差，谈着谈着呀，人家也不同意了，他的心态就彻底崩了啊，跟我说啊，先不找了，准备认真工作2年，等有钱了，买了房子之后再来找对象。好了，就这么一消失走了好几年啊。上个周啊，出现来找我了，说家里人太着急了，想让他找个女朋友。32岁了，这几年呢确实努力工作，攒了有30多万，家里又给他凑了一些，在老家呢交了首付，买了房子，买了一辆代步车啊，工作有起色呢，也做了主管，年薪啊到了12万了。他说现在有车有房了，女方应该不挑我了吧？他想找一个28岁以内啊，有眼缘，性格温柔的这个独生女。我们俩聊完之后，就给他在资料库里就筛选了几位他比较满意的。这一位呢是28岁，长得确实很漂亮，在私企做内勤，他就很喜欢这姑娘的长相。但问了这个姑娘之后啊，女方觉得她房子不是学区房，而且面积比较小，父母还是农村的，就拒绝了。还有一位25岁，他也想认识，但那姑娘嫌他年龄大，这工作也一般的，也给拒绝了。还有一位呢，是因为他的父母没有退休金啊，也给拒绝他了。他就问我呀，我努力变优秀了，为什么别人还是嫌弃我呢？我做婚恋这个行业越久啊，就会把这个现实看得很透彻。当你年龄越大，你就会发现啊，你能够遇到那个怦然心动的另一半的机会就越小。我们会为房子焦虑，为车子焦虑，为工作焦虑，想要那种很纯真的爱情啊，却发现再也找不到了。换来的是你房子面积多大，你年收入多少，父母有没有退休金啊？你对自身能力是越来越不自信，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越加的恐慌，甚至觉得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我凭什么要拥有感情？这也是在婚恋市场上面很多男人都会有的一个感觉啊，我一定要变得优秀，这样我才能在一段感情当中变得得心应手，才能够更加的自信啊，才能够配得上所谓的爱情。但是你要明白一点啊，你认为的那些优秀其实只是加分项，永远都不是决定项。你在变优秀啊，别人也不会停的，这不过是给你自己自卑、怯懦、拖延的一个理由而已。很多时候啊，不是给别人机会，而是给你自己争取一个机会，试一试嘛，哪怕概率只有10%，也比多年之后拥有一堆头衔，遇见对方他玩都会打酱油了要好吧？求的是内心无愧和心安而已，能够在几年之后事业有成啊，实现理想的凤毛麟角，多数都是妥协于现实的。即便是有事业有成的，找对象可能不会再嫌弃他没车没房没钱，开始嫌弃他年龄大，工作累，长得还老了。所以啊，我见到的大多数都是几年之后后悔的人。哎呀，当初选择他之后，当初早点找对象就好了。不要相信啊那句等你优秀之后，有钱了，有车有房，就会有女人喜欢你了。换句话讲，那你变得优秀，人姑娘也会变得优秀，你变得优秀，那姑娘的那些潜在对象们也会变得优秀。你又凭什么觉得自己的优秀的速度比他们都要快呢？再勉强的启动都好过等待和迟疑，大胆去爱嘛，喜欢就去追，哪怕失败了，你也可以获得这段感情的反馈，知道自己如何要变成更好的爱人。读1万本书啊，不如自己去追去爱去相处得到的经验要好。一次就成功的概率几乎是不可能的，经历过挫折成长，这才被称为变得优秀。你要知道一个很扎心的真相，25岁的女生看不上25岁的你，即便你35岁事业有成，即便她依然单身，大概率啊也会看不上35岁的你的。周末办了2场相亲会啊，哎呦，差点没给我送走喽。今天我才缓过来啊，咱来个唠嗑局啊。我跟你们讲，相亲会真的特别的卷，你要是高富帅啊，有车有房，工作好赚钱多的，你就别听我在这叭叭。
相亲会啊，那100个姑娘里面啊，能有80个相中你的。你要是条件普通啊，长相一般，甚至是没房薪资少的，你就别去凑合这个相亲会了。在老家或者是工作地找些靠谱的媒人或者家里人啊，给你介绍一下。你去相亲会，你就会发现啊，比你帅的、比你有钱的、条件好男人真的大把多了去了，显不出你的。去了基本都是当炮灰的。哎呀，我跟你们讲啊，我办这2场啊，一场是以大中专为主的，另外一场是本硕博为主的。哎呀，别问我为什么学历分组啊，现实所迫，不过多解释。没成想这报名的时候啊，这个大中专组啊，男士报名就有100多位，这姑娘才20多位，严重男女比例失调啊。这本硕博专场啊，男士是60多位报名啊，这姑娘就达了150多位。哎呀，给我愁的不行了。你看有些原本是属于这个本硕博专场的男士啊，他们可能因为个子不高啊，长相一般啊，就会觉得自己啊可能配不上和自己条件差不多的，就主动选择大中专组的。而那些原本就应该在大中专组的女士们啊，哎呀，就各种理由跟你解释呀，我非得去这个本硕博专场。有的说呀，哎呀，我是函授本科；有的说我是在职研究生；还有的说，哎，我正在考国外的本科；还有造假的，哎呀，那 PS 的网图啊，拜托，你是来考验我的智商的吗？反正你苦口婆心跟他去啊，你即便去了也没用啊，也不符合男士的择偶要求。他们就会跟你讲啊，自己性格很温柔啊，很漂亮。哎呀，我学历虽然低，但是你不能狗眼看人低吧？反正啊，从报名就能看得出来，这个女孩子基本都是想高价，男孩子基本都是能够接受低取的。没法啊，相亲会是那种就是1对1啊，面对面轮番认识的形式，那需要考虑这个男女比例持平。我就把一些不符合要求的姑娘啊，往大中专那个组里面刷。把一些优秀的男孩子就往本硕博那里面提上来。好了，这相亲会开始了啊！哎呀，你们不知道，那相亲会现场又是卷了一批，这个95%的姑娘啊，就盯着那5%的这个工作好、长得好、哎赚得多的男士。有一位29岁的男士，硕士学历啊，做金融的，赚的特别多，个子高，而且长得特别帅啊，现场都有30-40位女士啊，就要跟他表白啊！哎呀，这可把周边的这个男士给馋的呀！这现场啊，有80%的男人啊都看脸，哎，谁好看对谁热情，聊得就很好。这我印象还比较深的是有一位88年女博士，就属于那种执迷不悟型的啊。她的择偶要求啊，就是男博士年收入100万起，这每个人面前都有一张 A4 纸的，上面都有自我介绍和择偶要求啊，方便别人认识的嘛。基本啊，这个男孩子一坐他对面啊，没有30秒就走了。哎呀，最后啊，这姑娘干脆摆烂，就一直在那里刷视频玩手机啊。现场还有一个男孩子也特别逗，跟女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啊，是带着体检报告和开房记录去的，直接就跟人家说，哎，如果你喜欢我的话，你得给我看你的体检报告、开房记录。反正啊，现场什么人都有的。哎呀，开完相亲会之后，你就会发现啊，有些年轻人是真性情、有个性啊，去相亲啊，就像拿着职场人找工作 HR 选候选人那一套去相亲的。在他们的逻辑里面啊，选择相亲对象就是罗列出一大串的择偶要求，然后呢去筛选简历。初次见面就是面试、沟通、确认简历上的细节，约会发展感情，完善对候选人的细节把控，确认关系就是给候选人发 offer 啊，然后骑驴找马继续面试啊，广撒网多捞鱼，听天由命搏概率啊，反正就是我爱咋咋地，喜欢我的自然喜欢，不喜欢我的我就换人嘛，给他们相亲找对象哈。那歌咋唱啊？我已习惯你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把自然看通透。我唱的跑调没？反正啊，跑调那是我的风格啊，你们不要笑的。这有人说啊，相亲就像货比三家，这话也没毛病。但有的人是比较来比较去啊，最后不是选的性价比最高的，而是选了一家最贵的，还自己买不起。今天有一个姑娘在我办公室里哭嘛啊，说自己后悔了。哎呀，直接是给我整抑郁了。这姑娘是95年的，今年28岁，普通本科，国企工作。哎，长得确实漂亮，绝对有8分以上。她一开始来找对象的时候啊，要求总结就是想找一个差不多条件的。那毕竟马上30了嘛，表示啊自己也不想挑了。我就给她介绍了一位93年的，今年30岁，是985硕士，在上市公司上班，这有车有房，年薪是在25万左右。第一次见面，两人感觉都不错，相处了有1个多月啊，见了有3-4次。男士呢就跟她表白了，说自己挺喜欢她的。哎，人这姑娘呢绝对不慢热啊，也不钓鱼，说回去考虑2天。好了，第3天，她给男士说呀，哎呀不好意思，我是慎重的考虑一下啊，觉得我们俩不合适。哎呀，你说这给男士给整懵了啊，谈了1个多月了啊，手都牵了，还让抱了，怎么就不合适了？那我作为中间人呢，我就去问这姑娘原因啊。人这姑娘给的理由就是感觉男士啊还不够优秀，达不到自己的预期。哎呀，我一听啊，是真的给我愣住了啊。
咋不优秀了？人有车有房还是全款，年收入20多万，父母都是体制单位的，那配你学历他也相配吧，这条件是可以了吧？哎，这姑娘就支吾了一下啊，就跟我说，哎呀，就是觉得男士个子有点矮，才175，还有点胖，170多斤，这要是能瘦下20斤啊，那就完美了。另外啊，年薪要是30、40万就满足他要求的优秀了。真的，兄弟们听完我就给整抑郁了啊！男士这条件在相亲市场上他分分钟就脱单了。你想当县长夫人，你得跟着他从基层干起吧，最少有个10年8年啊！哪有捡县城的馅饼吃得好，人家当县长了，你给看上了。他说自己也不是非要去找什么官二代、富二代啊，也不是那种哎呀眼高于顶的女人，想找符合他标准的那种男人。我问他，我说符合你标准的这种男人哈，人家一定也挑的。那你有什么？他说我是有资本的，我长得很漂亮。你看，你把相亲当生意，你出美貌，他出优秀的条件，那公平交易，童叟无欺啊，这个也没什么问题。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致命的关键，就是你的美貌会消失的，他的优秀一定会随着时间逐年递增的，而你不可能一年比一年要漂亮吧？最后他反正就是我强烈要求换人的，换更优秀一点的。后面真的给他介绍了不少啊，有位国企的管理人，个子挺高，赚的挺多，他觉得男方父母工作不好，介绍个家庭条件好的，他觉得男士啊长得不好看，那介绍个长得好看的家境好的，他觉得男士啊这个性格不行，反正挑了一圈没得挑了啊，他就很委屈的问我，哎呀，为啥就没有优秀的男人？最后一拍大腿反应过来，失策了，还是第一位男士条件可以。隔了半年呀，吃回头草又去找人家了，哎呀，说自己考虑了一圈啊，决定愿意和你在一起。谁知人男士不搭理他呀，把他给拉黑了呀，跟他分手没2天啊，人家就很快脱单了。哎呀，他又听说这男士啊，现在谈的女朋友是99年的本科啊，在事业单位工作，比他是年轻又漂亮，那都给他气得不行啊，哭着跟我说，哎呀，自己真后悔又错过了1年。当初你们有1万种可能在一起的时候，你挑3拣4想找更好的，现在好了，黄花菜都凉了。相亲啊，你不要傻乎乎的就是觉得是你在挑别人，当他的优点符合你的要求啊足够的时候，他也具备筛选的资格。如果你想着相亲市场上优秀男人都去哪的时候，能不能先反思一下你在20多岁的时候你去了哪里啊？我知道我怎么选的会后悔。我跟你们讲啊，哎呀，我能让有些人给气死啊！相亲双标不说，还跟着做梦死，咋的？上市场买菜不给钱，非得说你看上就是你的了呗？前些日子啊，我给一对单身男女介绍对象啊，这男方93年的985本科工程师，年收入有个30W 左右，有车有房，父母在体制单位啊。哎呀，长得也不错，就是个子不太高啊。女方呢是94年的本科私立学校老师，收入有7、8个，长得呢也不错。两人见了面之后啊，这男士就特别喜欢这姑娘啊，但这姑娘就挺拧巴呀，觉得男士有点矮，哎，看不上他，但是也说了愿意发展一下感情。男士这平常是嘘寒问暖啊，一到周末就约出来请客吃饭，认识了将近2个月，他又去尝试拉这姑娘的手啊，这姑娘直接给甩开啊，拒绝了。男士问他是不是不太合适，姑娘呢人就说了啊，发展太快了，想要再考虑一下，希望男士能够给他一段时间，并且承诺了今年底之前会给他一个结果。男士第2天啊直接断联呀，转身跟我说不合适换人。我又给他介绍了一位96年的姑娘，本科做统计工作的，家里也是体制单位。人这姑娘猛啊，两人见面第1天呀，主动跟男人说呀，我喜欢你，觉得你年纪轻轻特别有上进心啊，我很欣赏。男士对这个姑娘的印象就特别好感啊。第2次见面，两人直接牵手；第3次见面，拥抱加 kiss， 两人直接确认关系啊。昨天晚上的男士在朋友圈里就发了个官宣啊，两人的照片。哎呀，这给第1个姑娘看见就炸了锅了啊，觉得男士那是脚踩两只船，不负责任，找到我门上来了，埋怨是我给他介绍对象了。这给我整生气了啊！难不成和你相亲的男人都得等你权衡利弊，有合适的一脚给踹了，没合适的再转脸回来呗？他跟我说啊，这个男士是喜欢我的，我也没拒绝他吧，要不是你给他介绍，怎么可能会把我给甩了？听的人真的是很无语啊，人家是相亲来的，又不是扶贫来的，你从不给别人带来一些好处，时间长了，那别人自然会觉得不值得，他肯定会要去找其他更好的选择。这姑娘听了不服啊，我对他怎么不好了？不就是没让他牵手吗？哎，哪次他约我没出来了？哎呀，拜托姐妹儿，你出去吃他的喝他的，给他甩脸色，这就对他好了？那我去服装店买衣服，哎，我看上了件衣服，我就要试一下，结果店员对我是爱答不理，我特别生气啊，转身就走了，去别人家买了。我就这样，谁对我热情我就买谁家的，结果那个店员反而去埋怨我说，你看上了你不买就是你不对了。哎呀，他还委屈说辛苦在店里工作了，你说搞笑不搞笑？这姑娘不服啊，
那我也没有拒绝这个男士呀，只是发展太快了，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嘛。反而他这么快的找到对象，一开始对我的感情就不纯粹，2个月了呀，还不够你明确的吗？无非就是看不上这个人，还舍不得他这个条件，权衡利弊一下，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哎，人这姑娘显得就很委屈啊，跟我说，那我权衡一下也没有错吧？哎，没错啊，但是你也没有必要去炮轰对方不纯粹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本来就是自愿的。相亲这个圈里，大家都在权衡利弊，你有选择的权利，他也有啊。你的委屈跟这个男人无关，是因为你贪心，你明知自己不喜欢他，却还是贪图他的物质条件。哎，你贪图可以，却不想给他想要的东西，人家不陪你玩了，你 hold 不住这个男人了，还想让他来给你女人的权利啊？说别人权衡利弊，你自己又何尝不是呢？如果他提供不了你想要的东西，大概率你会让他滚蛋吧。奉劝那些在相亲市场上去抱怨为什么对方不选你的主啊，不要去跟这个市场的规则去对抗，权衡利弊大家都是相互的，有时间去抱怨，不如多选择花时间把自己打造成，即使他权衡了一圈以后啊，依然会心甘情愿选择你的那个人。你还跟他比呀？